大家好，我是猫盾，今天我们来聊下半池的眷属阿加莎。阿加莎的定位和我之前猜测的差不多，她就是个带控制的前排，并且越像是残月，可以解决现在队里没有残月，输出比较低，而且也无法进入血月的问题。阿加莎的技能非常简单明了，而且也很依赖官方给的数值，所以在实际数值出来之前，我们能提前预测的也不多。阿加莎的特性多点量度会使她在命中一定数量以上的敌人时获得伤害提升。同样有类似技能的是利米姆，命中2个提升 20%， 命中4个提升 50%。猜测阿加莎的技能也会如此，按命中的数量来逐步提升伤害，到时就要看官方给她的伤害提升有多少了。阿加莎的普攻是和诺亚一样的扇形范围攻击，所以她是有能力同时命中几个敌人的，但一般不会超过3个。当然，阿加莎的特性可不只是用来支援普攻的，就连她的战绩和奥义也同样可以受惠。阿加莎的战绩区间考据，每普攻一定次数，就会对主目标方向矩形范围内的敌方造成一定伤害，并且为自己施加最大生命值一定比例的护盾。一般战绩的数值都是4次攻击，造成 300% 的伤害。只有持续伤害流派的始祖哈提、齐安德和召唤流派的始祖诺亚是2次攻击就可以发动战绩，其他的都是4次攻击才会发动战绩。相信阿加莎也不会有特例。如果能少1次攻击就发动战绩，或者能多打一些伤害，都是赚的。别忘了阿加莎的特性，在命中多个目标后还会有增伤。阿加莎的战绩是矩形范围，这个光看文字描述是无法弄清楚的。同样是矩形范围，罗蕾莱的矩形范围非常长，但奥塔维亚的矩形范围却非常短。不过按阿加莎使用的武器和奥义的技能设定来看，阿加莎的矩形范围应该是属于比较长的一种，即使没有罗蕾莱那么长，但应该也不会像奥塔维亚那么短。不过能打多少伤害其实不是战绩的重点，重点在释放战绩后能为自己施加的护盾值能有多少，这个才是关键。能直接拿来对比的是弗里德里希，他的战绩同样是4次普攻后发动，但造成的伤害不足 300% 攻击力，毕竟他是坦克不是输出，伤害低一些也很正常。然后战绩也同样可以为自己添加10秒的护盾，数值是最大生命的 20%。 如果阿加莎的数值和弗里德里希完全一样，那就是毫无惊喜，强度也只会是一般，顶多就只是攻击或控制版的弗里德里希。但哪怕他的护盾值能多个 10%， 这都会是个突破。若能达到 40%， 那阿加莎就会是个强力眷属。我个人的期待值是能有 30% 就已经很不错了，多的真的不敢想。最后来看阿加莎的奥义，它可以在指定的位置构建出宿命绝场，然后把人拉进宿命绝场里。从官方公布的奥义技能视频，并无法看出宿命绝场究竟有没有反复拉扯，能将敌人困在宿命绝场中心的能力。假设阿加莎的奥义真的有能力在奥义持续期间拖住敌人，那它就会有一定的价值，就看它能拖延几秒。假设释放了奥义，但仍然会让敌人轻易的近身，那就没什么用了。估计官方也不会做出这么废的技能，所以可能性应该会很低。处于宿命绝场的敌人会获得移动速度下降与物理防御降低中的减益。从奥义视频中可以看到，阿加莎能拉出的距离并没有很远，所以在阻碍敌人前进的效果也会很有限，这是比较可惜的地方。估计这个距离就是阿加莎能攻击到的最大距离，缺点就是同样射程的敌人也可以攻击到它。移动速度降低小的效果，看来用处也是很有限，大概也只会对本来就移动的比较慢的敌人有效果。物理防御降低中的效果，大概才是阿加莎比较有用的减益。由于给的是物理防御降低，所以这个增伤始祖苍廪就无缘享受了。这也很合理，始祖苍廪已经够强了，实在是没有必要再继续加强，再和其他眷属拉开距离了。
从这点来看，官方对始祖仓廪的加强应该也会暂时告一段落了。阿加莎给的物理防御降低，或许就是要准备去开辟另一条战线了。既然阿加莎给的是物理防御降低，那么它的输出应该也会是物理攻击。当阿加莎的宿命绝场建构完毕后，它会持续向宿命绝场头抛回旋镖。回旋镖的手段，相信大家在17-3已经见识过，它是可以来回造成2段伤害的。宿命绝场有让敌人聚集的效果，这样就可以对敌人一网打尽了，顺便也可以触发阿加莎的特性，命中目标越多，增伤就越高的效果。那么阿加莎的输出能有多高？从官方的示范视频来看，他2-3下就能把敌人打死了。不过这只是因为官方拿来示范的敌人等级非常低，从他们只能对阿加莎造成2位数的伤害就可以看出来了，所以视频中的伤害表现基本不能做准。阿加莎的定位应该是比较偏向均衡的类型，就是输出、控制、增益和保命能力全都有一点，但都不精通，所以你就不要对它的输出能力有太多的期待了。那么阿加莎对始祖仓廪的队伍有没有提升？提升当然还是有的，把敌人拉远，可以拖延时间，距离也可以用来增加始祖仓廪的输出。同时阿加莎的月相也可以用来弥补队伍缺乏残月进入血月状态的缺点。在队伍对坦度需求没有那么高的时候，或许就可以用阿加莎来将贝拉替换掉，借此提高队伍的输出能力了。所以比起阿加莎的输出能力，我其实会更关注她扛伤害的能力。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阿加莎是一定要配上奎因的分摊才能扛得住的。如果你没有抽奎因，那就无需理会阿加莎了。由于阿加莎会使用护盾，所以大仓廪的主力地位看来是可以保住了。只要先用大仓廪往前拉，再用阿加莎把敌人往后推，就可以拉出一大片距离了。阿加莎的加入，其实最大的受益者还是始祖诺亚。始祖诺亚一样是猎杀者，把距离拉远了一样可以获得增伤。而且它是物理攻击，可以吃到阿加莎的物理防御降低效果。再加上始祖诺亚奥义的冥土指针，会对主目标圆形范围内的其他敌方造成伤害。阿加莎的奥义可以说是完全对准了始祖诺亚的胃口。阿加莎的所有功能，始祖诺亚都可以吃到效果，所以与其说阿加莎是用来加强始祖仓廪的，倒不如说它是用来加强始祖诺亚的。当然，范海辛也同样适用于阿加莎的所有效果，只是它的费用稍微高了一些而已。阿加莎在卡池开启后就会送一只，所以不用抽也能开图鉴。当然，如果你想要上场，灵突是不够的，尤其是对比你要换下来的角色，战力不能差太多，不然换上去战力掉了一大半也是0加强。游戏任务有阿加莎突破1次，就可以获得10张红卷奖励。如果你有打算让阿加莎上场的，就建议自己再抽一只出来。有始祖仓廪的玩家，抽了阿加莎只是让推图多了一种选择，可抽也可不抽，主要还是看自己的资源储备量。没有始祖仓廪的玩家，抽阿加莎的优先程度就会比较高。它可以用来配合始祖诺亚打 PVP， 配合范海辛打实际塔楼或装备本等等。不过 PVP 的实际效果还是要看阿加莎的 AI 会怎样开技能，所以也很迷。总之，阿加莎就是个要实测才会知道实际效果的眷属。今天的分析也只是提前给大家一些方向，到时还是看实测后的效果，再来决定抽不抽吧。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